你曾坚持过哪些坏习惯？为了身体更健康，人们都坚持着一些道听途说的习惯，殊不知这些小习惯和做法却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无数健康隐患。一、饮食篇。你习惯每天喝水超过8杯。真相：体内系统失衡，维生素流失。你认为每天喝8杯水有益健康，但事实是，喝太多水也会给身体带来麻烦。一个人水喝得太多，极容易使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，水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B 族及维生素 C 也更容易流失。那么，正常人每天喝多少水量才算是适当的呢？一般而言，健康成年人每天的确需要补充2000毫升左右的水分，但这2000毫升水分不一定都由喝水获得，而应该把食物里的水分一并算进去，这才是正确的保健方法。纠正：扣除由食物中摄取的1000毫升到1200毫升水分，我们每天只要再喝1000毫升到1200毫升的水，平均上午2杯，下午2杯也就足够了。你习惯饭后1杯茶。真相：让你的肠道变成垃圾站，饭后饮茶将冲淡胃液，不但影响消化吸收，对消灭食物中的病菌也是不利的。特别是在吃过肉类食品后立即饮茶的做法，会使得肠道蠕动减慢，从而延长身体垃圾在肠道内的时间，使得毒素被身体反吸收。纠正：饭后至少1小时再喝茶。你习惯上顿饭吃多了，下顿就免了。真相：让你肥成猪头。你以为你这种做法很高明吗？其实身体比你高明多了，不仅你吃多少它能容纳多少，它还会在你不吃的情况下自动降低身体的消耗量，把能量储存起来。反而不规律的饮食方式会扰乱身体的正常消化规律，导致肥胖。纠正：每顿饭都保持7分饱。你习惯喝牛奶补钙。真相：多喝反而缺钙。这个说法听起来像个歪理，连孩子都知道牛奶是健康饮品，富含蛋白质，可以补钙。为什么多喝牛奶反而增加缺钙的机会，导致骨质疏松呢？因为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，而蛋白质过多容易导致钙质流失，骨质反而会更加脆弱。纠正：一天1至2杯牛奶就可以满足一天所需的钙质。二、生活篇。你习惯感冒后多喝水。真相：减慢感冒的康复速度。喝过多的水会导致体内电解质失衡，反而减慢感冒的康复速度。此外，感冒和发烧时也不宜大量进食，因为饥饿感可以令身体产生大量对抗急性细菌的物质，加快康复速度。纠正：想感冒好得快，最好少食多餐，或者用1杯温水冲泡1片1000毫升的水溶性维生素 C 片，增强抵抗力。你习惯坐马桶上的书呆子。真相：便秘、痔疮癌。有调查曾显示，1半以上的人喜欢在上卫生间的时候看杂志或者研究资料，有的男性还常常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看。卫生间俨然成了临时图书馆，入厕看书会使排便意识受到抑制，不仅会引发便秘，久而久之还会增加患上痔疮癌的危险。如果你的家人正好喜欢这样，那么你就要不厌其烦地去打扰他，每隔5分钟就去敲敲卫生间的门，并提醒他不要霸占卫生间。纠正：把书换成音乐，这会让你更顺畅。你习惯熬夜后尽情补觉。真相：毫无益处。
熬夜之后，最期待可以彻底睡个安稳的长觉，但事实上，就算睡得再多也没有益处。一个人的睡眠时间是由生物钟决定的，如果不在需要的睡眠时间内，其他时间再怎样补眠也是无用，并且就算在床上睡满12小时，也补不回来昨晚熬夜的4小时。纠正：如果前一晚熬夜，第二天不需要日间长时间补眠，反而应该继续日常活动，这样晚间自然会沈睡，睡眠质量更好，能得到充分休息。你习惯睡在他的怀抱里，真相，越睡越累。你已经习惯在他的臂弯或怀抱里睡觉，相拥而眠无疑是最浪漫的方式，但是这样做会降低呼吸质量，导致睡不沈而且多梦，产生越睡越疲累的感觉，容易影响健康。纠正：为了健康着想，最好背对背入睡。爱是需要呼吸的距离的，你习惯做周末宅女族。真相：伤你的脊椎没商量。为了弥补1周都没有睡够的懒觉，周末的你是不是赖在床上就是不起来？最好是吃完了接着就睡，在床上看书、看电视、打游戏。虽然休息可令受伤的肌肉自行修复，但请别总赖在床上，卧床休息超过2天会导致背部问题增多，令肌肉和骨骼衰弱。纠正：建议你坚持每天花3分钟进行上跳运动。美国医学权威报告曾登载过一则医学研究，每天上跳5到50次，脊椎骨的含钙量半年内可增加 13%。3. 运动篇：你习惯饭后走走，真相，破坏营养吸收。饭后100步走，非但不能活到99，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增加，影响消化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，尤其是有心脏功能减退、血管硬化等病症的人，饭后散步多会出现血压下降等现象。纠正：饭后应该尽上坐或平躺休息30分钟，等胃内食物初步吸收后再行运动。饭后散步一定要等到饭后1小时再进行。你习惯拼命练习腹部运动减掉小肚腩，真相，毫无效果。每天把仰卧起坐做到大汗淋漓，效果未必好。能量消耗的概念是整体的而非局部，比如运动减肥时，虽然脸部没有进行任何锻炼，但它却会瘦下来。过度的腹部锻炼容易导致肌肉疲劳，且易造成该部位损伤。纠正：想要减肚脯，除了腹部运动，还需要坚持做全身的有氧运动，并配合一个低脂肪、低碳水化合物的食谱。